不知道你发现没，那些令人敬佩的女生，不是因为她们外表多么光彩照人，而是面对困难打击时展现出的顽强生命力。我以前的一位女同事，她的收入是我的双倍，很得领导赏识。有一次，她请了5天假去做一个小手术，我以为她会好好休养调理一阵子，哪知3天后她就回来上班了。我问她怎么提前回来了，她说不放心手上的工作。有些客户一直是她在跟，别人不清楚来龙去脉，她自己负责更为放心。而且从她的状态上看，并没有疲惫与虚弱感。我惊讶，她怎么恢复得如此迅速？若是我，肯定趁这个时候好好放松休息，这可是带薪休假呀。厉害的人就在于，就算有偷懒的机会也不会利用，他们更愿意把精力投入到搞钱搞事业中去。在美国做的一个调研，99%中彩票的人最后都变得一事无成，甚至有的生活比以前穷的时候过得还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只能赚到认知以内的钱，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。如果你真的想成为一个富婆，那就首先要拥有富婆的思维，提升认知，利用资源，把握机会。亨利·福特说过，你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你的生活方式。你不是没钱，你是没有发现钱的眼光。奥巴马当年当上总统的时候，他的邻居比他还高兴。邻居立即标价300万美元出售总统邻居的住房，但他没高兴很久就大失所望，因为他发现很多人虽然对房子感兴趣，但是没有人敢买。原来大家都担心和总统做邻居会生活在严密的监控之下，毫无隐私可言。这位邻居无奈，最后他只好以140万美元的价格把房子卖给了一个叫丹尼尔的年轻人。丹尼尔把房子改成了一个幼儿园，号称是全美最安全的幼儿园，吸引了无数富豪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就读。不仅如此，丹尼尔还把外墙拍卖出去，在那个墙上做广告，会经常被拍到电视上。就这样，丹尼尔发了一笔大财。资源有时候就像积木一样，你拼不对地方，它就是垃圾；你拼对了地方，它就是宝藏。每个人的身边都有无限的资源和机会，如何发掘和利用，是由一个人的眼界和思维决定的。思维不同，命运各异。什么是命运？命就是上天给了你一副牌，而运就是你打牌的方式。会打的人，即使一副不好的牌，也会打出好结果。不会打的人，给你一副好牌，你也会打得稀烂。这背后的本质，就是一个人的认知和思维。爱因斯坦说，机会往往会伪装成难题，只有那些富有智慧和勇气的人，才能看透其中的机会。其实，你现在身边的人脉和资源，都是你的机会。关键是，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的思维？多阅读，多学习，提升认知，你也会有超人的眼光。掌控时间，打破常规，做有价值的事。富兰克林说，时间就是生命，时间就是金钱。有钱人的认知里面，时间等同于钱。他的时间观念很强，每小时都是按钱来算的。他早晨起来就决定好了，今天必须完成那些事情，每分钟都不会浪费掉。别的女孩在花时间聊天或者探讨谁家的男人的时候，他会觉得那个东西不值钱。他更不会干排队等待的事情。公司吴总就是一个高效做事，从不浪费时间的人。一次，他和秘书要去32楼签合同，到达1楼的时候，离约定时间只有3分钟了，而在电梯那里还有30-40个人在排队等待乘电梯。如果老老实实排队，至少还要10几分钟。这怎么办呢？很多人的选择就是墨守常规的在那里排队，迟到也没有办法。但吴总不同，他不想迟到，给人留下傲慢的印象。他和秘书走上楼梯到2楼，
然后按从楼上下来的电梯按钮，从2楼乘电梯下到1楼不出去。这时他们就成了不用排队第一个进入1楼电梯的人。很快，不用等待，他们就到达了32楼。有钱人把时间看得比命还重要，他们绝不浪费时间，把别人等待和抱怨的时间拿来想该怎么解决问题。其实这个世界上的普通人就是按部就班，用自己的时间赚钱，而有钱人却舍得花钱去买别人的时间，然后再挣更多的钱。正如一句话所说，穷人不停地花时间，富人不停地买时间。时间用在对的地方才是时间，而哪里是对的地方，要看它值多少钱。比如，有钱人会跟前排队的人说，我要买的票是500元，但我给你550元，你等一会帮我一起买了，多的50元给你。其实多花50元，但节省了1个小时，然后用节省的1个小时去谈了一笔生意，多赚5000元。这就是有钱人赚钱的方式。而多数人之所以穷，就是因为太老实，太固守常规，太遵守规则，就不敢去打破规则。但是敢于打破常规的人才能超越大多数人。所以底层人就是墨守常规的人，中层人就是敢去突破规则的人，而顶层人就是敢于建立规则的人。你现在在哪个层级，决定了你未来的财富程度。提升价值，向下兼容，向上社交。人这一生离不开与人打交道。每位商人都知道社交圈的重要性。巴菲特说，你最好跟比你优秀的人混在一起，和优秀的人合伙，这样你将来也会不知不觉变得更加优秀。这句话道理大家都懂，但是能做到却是有难度的，因为没有过硬的价值，你认识谁都没用。著名商业主讲人张琦老师原来是一个小公司的项目总监，他工作很忙碌，但他找准自己的领域，争分夺秒，深耕自己。他懂得努力的意义，从来不去参加任何无效社交。有一次，公司邀请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讲课，很多人不放过认识董明珠的机会，跑去和董明珠合影签名。但张琦不为所动，他说，我一个小透明，就是跟他合影签了字，他认识我是谁呀？10年后，张琦凭着自己的专业素质和口才，在短视频平台获得巨大成功，董明珠也成了他的粉丝，线下他们也相谈甚欢。你若盛开，蝴蝶自来。不要去追赶一匹马，你用追马的时间种草，等到明年吹暖花开，无数骏马会为你而来。真正的向上社交一定是价值的等价交换。杨绛说，当你达到一定高度时，全世界都对你彬彬有礼。你如果没有价值，就不要去攀附那个圈子。即使你挤进富人的圈子，富人也不可能给你分享他的资源，你也不会被高看一眼。所以不对地位比自己低的人盛气凌人，向见识比自己高的人学习他们的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扎实努力，提高自己的价值，才是成功的关键。觉悟早，认知清醒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，在你察觉到与身边人差距越来越大时，开始懊悔自责，为何没有在风华正茂的年纪抓住机会奋发向上，而是选择了稀里糊涂地安然度日，你会觉得自己开悟得太晚，错失了许多良机。而那些年纪轻轻越过越好的女生，她们很早就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，必须完成什么。一旦目标确立，便会减少很多在选择上浪费的时间，而是专心致志地向目标迸发。或许当时看不出来差别，但几年之后，别人在自己的轨道上已经铺好了各种基石，为下一个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，而你却还在东张西望，不知道该干什么，这差距能不大吗？提前做规划，先人一步。很多人在年轻时候不懂得提前做规划，总是走一步看一步，这样被动又缓慢的步伐很难不被人筛选掉。
而那些厉害的女生在大学时就在为将来几年的发展做统筹，她们有清晰的职业规划，知道毕业后要找什么样的工作，并且了解这份工作需要具备哪些专业技能，从而利用大学时光收集材料、补充知识、潜心钻研，有意识地锻炼这些技能，这使得他出来找工作比同龄人更具竞争优势。找对方向，付出有正反馈。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何有的人眼光很敏锐，能比较准确地判断未来风向，以较快的速度找到自己的定位。他们很清楚自己适合干什么，做什么更有前景。而有的人总是到处奔波，四处碰壁，有了一定阅历后才知道自己究竟擅长做什么。他们对定位的延迟感知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身发展。而那些一开始就找对方向的人，少走很多弯路，大大降低了试错成本。他们把精力放在正确的事情上，不用那么费心费力的付出，只要朝这个方向踏踏实实去努力，就会比别人更容易获得正反馈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主动打破信息差。不知道你发现没，班上那些出类拔萃的尖子生，很少有人把自己隔绝起来，一个人埋头闷声苦干。他们往往表现得更加活跃，主动与老师拉近关系，主动结交不同领域的优质人脉。他们懂得利用周边人的关系，积极获取资源与信息。他们可以从老师那里得知哪个公司扩招，也可以从朋友那里打听有什么新的搞钱路子。所以他们看起来更加出挑，总是走在你前面，因为他们掌握的信息比你更快更全。你总是姗姗来迟，而他却可以捷足先登。很早就知道向上努力。大学期间，有的人认真搞学习，有的人潜心研究项目，而有的人漫无目的地混日子。如果你一事无成，先不要抱怨，先问问自己有没有努力到说服自己。你觉得自己知识匮乏，那你博览群书了吗？你觉得自己技能薄弱，那你刻苦钻研了吗？你觉得自己圈子狭窄，那你积极社交了吗？没有付出相应成本，又岂会收获丰硕果实？那些厉害的女生，在你无所作为时，早就开始疯狂看书、听播客、听演讲，接触不同职业的佼佼者，探究市场运行规则，将理论与实践结合，做出实实在在的成绩，在一个领域逐渐沉淀下来。深耕专业技能。大学期间，我们班上有一个特别优秀的女生，她每次上课都特别投入，认真做笔记，与老师积极互动。她通常会选择比较靠前的位置，这样离老师更近，方便及时交流。她在我们班上专业课算得上数一数二的成绩，而她并未骄傲自满，反而异常努力，课后反复练习授业技能。毕业后的3、4年，我们还在上班，还在为前途发愁时，她已经开启了自己的服装店，做起了生意。她能够成功转型，得益于她早期积累的扎实专业基础，使她顺利拿到理想薪资，迅速积累启动资金，拥有开店的资本。善于思考，踩对风口。前几天看到一位名校硕士生分享自己的经历，他说他能够在短短2年时间赚到人生第一个100万，不是因为他能力多么出众，而是他踩对了风口。他当时捕捉到了自媒体的商机，也恰好利用了这一点。他在社交平台上不断分享学习经验、学霸思维、职场干货，积累了20多万粉丝。随着个人影响力的扩大，变现也越来越丰富。跳出打工思维搞副业，靠打工致富难上加难，上班的本质是替别人打工。有的女生很早就洞悉了这一点，所以她并未指望打工能改变人生，而是将目光放在了更有发展潜力的副业上。她们明白，上班拿到手的薪酬往往低于自己创造的劳动价值，这种不对等的付出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改善。所以他会尽量提高工作效率，腾出时间搞副业，做一些有复利效益的项目。比如
自媒体写作。一开始你会觉得很难，但是坚持下去，你会发现它可以变成你的资产，辐射的变现范围越来越广，甚至变成你的税后收入。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。认识一个人，不仅是被外形吸引，更是被美好的心灵折服。你微笑时灿烂的容颜，说话时温柔有力的谈吐，走路时挺拔有型的身姿，这些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气质，构成了独特的你。这不仅表现在颜值上，更重要的是一种耐人寻味的内在，独特的灵魂，特别的你。那些把自己滋养得很贵的女生，让人觉得她衣品很好，修养很好，气韵不俗。而这些气质的养成，离不开她坚持了很多年的微习惯。身材管理到位，不得不承认，一个人的身形非常影响气质。美人在骨不在皮，体态好不好，一眼便能感受到。从含肩驼背、虎背熊腰到身姿挺拔、轻盈柔美，带给人的美感真的很不一样。身材走样，体态不好，即使美貌不减当年，也没有当初那般惊艳了。虽然时间不可逆转，每个人都会面临衰老，但是经常做身材管理的人与疏忽管理放任自流的人，颜值上差别还是蛮大的。不知道大家是否还在关注李若彤，她在视频里经常分享健身日常以及健康的饮食规划。这些习惯她坚持了很多年，现在的她看起来确实比同龄人年轻漂亮很多。坚持阅读，有效输出，说话不疾不徐，娓娓道来，节奏平稳，声量适中，语气温柔，表达逻辑清晰。张小慧给人一种贵气感，这不仅体现在她的穿着打扮上，更在于她的谈吐，对产品的深刻认知以及对美的顿悟。她非常热爱阅读，也有用文字记录想法的习惯。她自己还出过书，办过杂志。她可以说是集美貌与才华一体，而这些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愈加迷人。多出去旅游，见多识广，保持对新鲜事物的好奇与探索。看过世界，见过形形色色的人，体验过富裕，也尝过人间疾苦。见得多了，心性自然更稳定，不因小事大惊小怪，咋咋呼呼，毛毛躁躁，也不会因为看法不一而觉得不可思议。旅游不单单是为了放松心情，丰富生活，更是为了打开视野，领略不一样的风土人情与文化底蕴。旅行的途中，不只是用眼睛看，用照片记录，更是用心灵感受，用思考巩固。如果走过一个地方，看过就忘了，回忆起来只剩淡薄的身影，没有其他内容可描述，更没有值得留恋的东西，那这样的旅行意义也不大。低调不炫耀，有的人稍有成就便喜欢对外宣扬，彰显自己多么了不起，以此来获得被人羡慕、被人崇拜的虚荣感。这样的女生，你可能惊讶她的成功，但也排斥她的炫耀。你会觉得这样多少有点流于表面，甚至缺少涵养。而那些低调不张扬且成绩斐然、事业有成的女生，字字不提优秀，处处都令人钦佩。这样的女生，你更愿意把她当成榜样，向她学习。待人接物谦逊有礼，真正有底蕴的女生不会恃才傲物，更不会看不起比她收入低的人。不管是工作中与客户打交道，还是餐厅里与服务员交谈，都带着谦卑与礼貌，不会因为身份地位不同而区别对待。刻在骨子里的教养不允许他目中无人。无论是面对比他资历深厚的长辈，还是初入社会的小年轻，他都彬彬有礼，亲切有风度，尊重不同年龄与职业的人。这是他的为人准则。这种自带礼仪感的社交风范，便是一种格局大的贵气感。懂得审时度势，世上多的是狡诈圆滑之人，知世故而不世故，多么难能可贵。看破世事，洞悉精明与算计，还能保持一颗纯粹清澈的心，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，
但又不丧失初心与原则，实属难得。他们不会一味地坚持某个看法，而是会根据事态发展与所处环境综合判断，找到最优解。自信大方，大场合不露怯。最近在追《爱的休学旅行》，看到朱丹4年后重拾主持的画面，一下子共情到了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曾经的她因为一个失误差点断送职业生涯，此事也变成了她的心魔。当她的老公周一围不小心开了一个与之相关的玩笑，她立刻表情凝重，伤心了起来。其实这也能理解，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不容轻易碰触的角落，即便多年过去，伤疤依然未能痊愈。当她得知自己要主持村里的百家宴时，立刻笑容满面的应允。对她来说，这不仅仅是一个小场面的主持，而是一个重拾自信、重新绽放光芒的机会。她在台上驾轻就熟地掌控场面，几句话便能看出深厚的主持功底。这一刻的她闪闪发光，自信又美丽，完全没有畏缩胆怯的姿态。这难度不是一种坦坦荡荡的高贵吗？印度大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曾说过，如果你摧毁了你的欲望，可能也摧毁了你的生活。思维转变是一切转变的开始。每个人的野心和欲望是成功的关键。多数成功的女性方法是相通的。学习富婆的思维和行为模式，富起来就是必然的。如果你也想好好搞钱，那就先开始培养自己的富婆思维吧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